他们称我是龙卷风追逐者。当风来了，条件合适的时候，我就会钻进我的车里去追逐暴风。也许你会说，疯子，但其实我追赶这些空中野兽是为了了解它们。在此，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了解的。龙卷风是在风暴内部形成的高速旋转的空气柱，通过一个漏斗形的云状物和地面连接起来。当龙卷风形成之后，它们就会快速地席卷地面，对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威胁。正因如此，有大量针对这种天气现象的研究。但事实上，我们还是对龙卷风的成因知之甚少。引发一场龙卷风的条件不必然会引发另一场龙卷风。但是从人们第一次记录龙卷风以来，我们已经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当它还在天上酝酿形成的时候，我们怎么识别？你准备要参与其中了吗？龙卷风的开始是雷暴，但不仅仅是普通的雷暴，非常强大、非常激烈的雷暴被称为超级雷暴云。超级雷暴云有5万多英尺的厚度，它能带来强风、巨大的冰雹，有时会引起洪水和雷鸣。这就是孕育着龙卷风的暴风雨，但前提是也存在非常特定的条件。当我们想要预测风暴时，还有一些我们可以用来衡量和寻找的线索。上升气流是形成龙卷风所需要的第一个要素。当凝结发生的时候，风暴就形成了。风暴是云的副产品，凝结释放热量，热量成为驱动大量气流上升的能量。凝结程度越大，并且形成风暴的云团越大时，那些上升气流也就越强。在超级雷暴云中，这些上升的气团格外的强大。当气流上升的时候，它可以改变方向，并且可以以更快的速度移动。最终，在风暴云团的底部，如果有很多的水分，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云底，为之后的龙卷风提供能量。如果到了这一步的话，当所有这些东西都准备就绪的时候，一个涡旋会在风暴包围中形成，继而形成一个宽大高耸的高速旋转空气柱，之后被向上拉动，我们称其为中气旋。外部那些又干又冷的下沉气体开始在中气旋后侧环绕，形成一个后侧下环流。这种特殊的情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温差，在中气旋内外部的气体间，由此造成的更高一级的不稳定性，使龙卷风更加肆虐。接着，中气旋靠下的部分会更紧绷，以此给风加速。基于足够的假设，这个漏斗形的气团向下移动到在母风暴底端的巨大又潮湿的云的下边界云底，云底会将其吸入，并且把它变成一个旋转的云墙。这个云墙把产生它的母风暴和地面连接起来，在这个旋转的中空的云与地面接触的一瞬间，就形成了龙卷风。大部分的龙卷风都是小规模的，而且短暂的，产生每小时65到110英里的风。但是有一些龙卷风能持续超过1小时，产生每小时200英里的风。龙卷风是美丽又令人生畏的，尤其是如果你或者你的村子在它移动的路线上。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甚至像我这种风暴追逐者，也不会欣赏它的发展。但是又像所有的东西一样，龙卷风总是有结束的时候。当温差消失，并且其他条件都稳定下来的时候，或者是气体中的水分干燥下来的时候，那个原本猛烈的母风暴就会失去它的动力，然后把它的龙卷风重新拉回去。即使这样，气象学家和那些像我一样的风暴追逐者也还是会继续守望、观察，一直观察看风暴是否会再次扬鞭。通过这些视频继续学习，并且不要忘记订阅，千万不要错过学习新东西的机会。